为什么这个花一换盆就死啊？咱们看一下花友提供的素材和花友的问题啊。一盆桂花，一盆南洋杉，是吧？我拍过很多换盆视频啊，换盆的过程当中主要强调4大重点。咱们这位花友啊是一个重点没有掌握啊。咱们把图放大一下啊，首先看桂花啊，桂花。咱们看盆面啊，那么第一个重点，花盆表面的土盖的太厚啊，这是第一个重点啊。我总换盆提的浅埋浅重，那看图就完全能看出来问题啊，是吧？盆面土太厚，浇水以后影响根系呼吸啊，植物呼吸不好，它不吸水，就会造成什么干叶啊？这个干叶，桂花干叶，包括这个南洋杉干叶耷拉叶啊，顶端的这个叶片萎蔫，是吧？这是第一个问题啊，盆面土盖得太厚啊，影响呼吸。那么第二个问题啊，周边土没有填实啊，还是通过看盆面土，是吧？土比较虚啊，比较松散、比较蓬松的撒在盆面，这样就会有一个问题，就是你浇水啊，下水速度非常快啊，这个土壤吸水不足啊，然后盆土没有压实，周边土没有压实的话，根儿和土接触不好，是吧？咱们上期还是上期视频讲的根系啊，就是里边有很多的小毛细根儿，大家感兴趣可以看一看啊。重点的告诉你哪个部位吸水啊，这个毛细根脱离土壤，造成毛细根的一个干瘪、干旱啊，毛细根死亡，吸水不足，也会造成什么？叶片干旱啊，这第二个重点，周边土没有填实。那么第三个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，就是咱们换盆的时候啊。动根动太狠了，包括你洗根，包括你梳理土球的时候，毛细根破坏的太严重啊，造成吸水障碍，植物会出现干叶、干尖啊、花掉叶啊、新芽萎蔫的这些现象。那么咱们换盆啊，去抠根系中间的土球，是吧？不是抠根啊，我给你操作一下啊，你看到啊，拿小铲子是吧，把这个土球给它松一松，这个根系自然而然它就脱离了啊，让这个脱离出来的这个根系。你把新土接触上，它才会顺着这个根系往下往新土里边长，这样才换盆成功啊，而不是咱们这个换盆的时候要这样式儿的啊，你这样式儿的根儿全咔它掉了啊，这毛细根抠掉的多，极度的丧失吸水能力，是吧？它的叶片就会干啊，因为它没有原先的根系吸水，它没有了。啊，它就会干叶、掉叶、黄叶啊、掉花苞、顶芽、萎蔫的这种现象。哎，还包括咱们洗根啊。那么洗根你也不要着急去硬抠土啊，咔咔的把黄泥土都抠掉，是吧？咱们泡、水冲都可以，是吧？那么洗根的重点就是把土给它填实啊，周边土给它填实。那么第4个重点啊，就是其实它定根水没有浇好啊，就是定根水浇的时候它土比较虚，浇完以后渗透的比较快啊，这个土没有时间吸水。咱们放大看盆面啊。泥炭土盆面变色了，说明这个泥炭土它比较干了啊，可能你摸着潮乎，但是这是土壤禁锢的水分，根系吸收不了啊，这个土比较干啊，也会影响植物的一个状态，缓苗的一个状态。那遇到这种问题咱们怎么解啊？还是做个演示你就清楚了。那么这样啊，就模拟了咱们花友换盆啊，咱们怎么解决？第一点就是铁砂掌啊，就我每个拍视频的时候都在说这个问题啊。周边土往下去压啊，周边土压实一些啊，并不是说你吃奶的劲儿都用出来，去这个使劲去往下压得很实啊。咱们确保啊，这个土塞进去没有空洞啊，确保它没有空洞，这个植物周边的土和根儿能够充分的接触就 OK 了啊。那咱们怎么能检查压没压实啊？只要你滴了中间是吧？你一颠的，这盆儿夸掉了，那么就是土虚是吧？周边土压实以后啊。晃不晃啊？把盆面多余的土给它拿掉，不要了啊！这多余的土不要了，然后盆面可以稍微露出来一点根儿，这都没有问题啊。你室内环境没有问题。最后啊，把这花拿到你家卫生间，小水慢浇，把这个水啊完全给它浇透啊。水完全浇透，什么是完全浇透了？就是说你新换的土啊，这个浇水以后，盆底流水，它会带出来些许的小土沫啊，它会带出来一点土沫。当你浇透2次啊，浇水浇透2次、3次以后，这个底部的这个土沫啊带出来明显减少了，那么就 OK 了啊，它才是完全浇透了啊。它一直往外跑这个干的土沫，往外跑干的土沫呢就没浇透啊。你多浇2遍拿到卫生间，是吧？你换盆换的少啊，你就换个2、3盆拿到卫生间一浇，完全浇透。换盆以后，如果新芽萎蔫耷了，咱们把新芽给它什么？给它剪掉，给它干掉，给这个减缓一些根系的压力啊。再重要的一点就是什么？换苗环境一定要特别明亮，但是不能直晒啊。如果说你家有纱帘，把纱帘拉上啊，把它放在纱帘后边，这个换苗环境是光照是最 OK 的啊。这么去解决啊，这个植物才有好转。我讲过很多植物的换盆，咱们各种方式的换盆，洗根、
操作，常规换盆都有啊。咱们换盆之前可以去翻翻我的视频，脑瓜里有点大概的印象啊，把这几个重点掌握好，然后咱们再去操作，这样会稳妥很多。别忘了点赞关注啊！